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1.84，收盘价是252.3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7.74，最低价是在241.3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2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与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趋势。那目前股价的趋势呢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然后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经过短暂的反弹，上方是在257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开始下行，下方呢，在241附近又遇到了支撑，然后在午盘之后，股价又开始震荡上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上方，那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基本持平，那生成了这样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那我们也会看到下影线是很长的。那这样的 K 线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蜻蜓线，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十字线。那我们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那出现这样一根大的十字线，收盘价呢与前一个交易日是收盘价是基本持平，成交量大幅量缩，那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典型的休息的 K 线，也就是说股价在继续等待突破。那么日后股价突破的目标呢，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是在274。和它的最低在224，那么在突破这两个关键位置之前呢，还有两个阻力位，一个是4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62附近，还有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0附近，那么这两个位置也是股价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阻力位。好，那么这是我们从单一 K 线而说的。那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了说4月9日和4月10日这两个 K 线组成的一个 K 线组合叫母子怀抱。那母子怀抱呢是变盘的K 线组合，那日后如果能够站上母线的最高，股价将会出现上行，跌破这根母线的最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而我们会看到目前呢，股价是继续生成休息的 K 线，实际上也就是在继续等待突破这两个位置。那么股价日后，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能够继续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行向上的测试。那5日均线值在4月14日我们测算是在250到251之间，也就是只要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那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行深度的回档，去测试240甚至是244。
好，所以对于4月14日来说，对于4月14日来说呢，那股价的走势呢，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我们从单一 K 线而言，那么股价仍然是要选择方向，或者说是继续出现横盘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回档，收盘价会在24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5。或者是在261附近，而实际在4月11日收盘价是在252.31，基本是出现了一个平盘的走势。那么我们预测的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反弹呢，不仅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股价出现了平盘，我们接下来继续依次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对于4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我们仍然设定在292。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274和285这两个位置呢是强压力，尤其是274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压力位。如果这个位置能够被突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92的。但是如果274在这个地方股价反弹不能到达这个地方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一定会去测试224的。所以我们在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休息的 K 线，那么其实就可以看出来日后现在多空双方都在积攒力量，或者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对，所以这是股价如果继续上行，274是一个关键压力位的理由。好，那么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么上方第二个目标就是304，这仅仅是压力位，继续向上。第三个目标是367，它也是压力位。我们认为股价一旦能够站上292呢，上方的每遇到前面的最高点呢，这都是压力位。那么股价如果能够一直处于一个多头趋势继续向上，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站上前高，来收复这一波跌幅。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14，跌破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就是要再次出现新低，然后来继续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当然，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的一个强支撑就是在224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如果214被跌破，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呢，就是182。182之后是下方的138。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观察位。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在252附近。那股价呢，我们会看到在4月11日盘中是上方呢是在20日均线值
遇到了压力，下方呢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得到了支撑，所以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上下浮动，最后呢收盘价是正好是收在了这个观察位附近。好，那么到了4月14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252。那这个252，我们定义的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十字线实体的最高。那也和之前的观察位是相同的，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能够站上，或者叫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和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反弹的。但是如果股价是在252下方运行，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回档的一个走势呢，那股价一旦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认为也很容易跌破前面这2根休息 K 线的最低最低是在240这个位置，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呢，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24的。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在盘中我们继续关注252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对于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我们会看到，在4月7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连续出现2个止涨信号 K 线之后然后出现一个反弹的一根 K 线。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叫一根反弹的 K 线呢？就是一个是股价在当周我们会看到同样是有一个反弹到高位的一个走势，然后呢收盘价呢是重新站上了5均值，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股价日后上行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当周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所以说呢，我们把这根 K 线称作是一根反弹的 K 线。唯一不足的是，这根 K 线仍然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股价在反弹到高位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然后股价又被压回。同时，当周这根 K 线呢是再次出现了较前2个交易周或者说是我们会看到是前面几个交易周的新低。那么也就是说股价在跌深之后也是有买盘进入的，所以这根 K 线呢，在从当周的走势来看，是多方呢是占了优势，对，也就是股价被重新拉抬到5均值的上方。好，那么出现这样一根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通常我们仍然把它会看作是止涨的 K 线。但是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均值，所以呢，这有利于日后股价的反弹。日后股价一旦出现反弹，我们认为是很容易站上274这个位置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大的成交量，股价被拉抬到5均值上方，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而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74，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周 K 线图来说，日后股价站上292是非常容易的。好，当然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大的成交量，出现这样一根反弹的 K 线，日后股价是不能够跌破它的最低的，也就是在我们来看看是在214这个位置。214如果日后被跌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将会测试182这个位置。对，
也就是说，一旦跌破214，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头部将会被确认。那么上方呢，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很多的头部，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然后再向下，所以它将是对于周 K 线图来说，这应该是第3个头。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头在488这个位置，这是第2个头。那么连续的下跌，这是第3个头。所以说，日后股价一旦跌破了214，那么这个292的头部呢将会被确认。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的解读。那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说的时候呢，说到在4月7日当周，如果股价上行，收盘价会在255附近；如果股价出现了继续的回档甚至下行，收盘价会在232附近。而实际在4月7日当周，收盘价是在252.31附近。那至于我们预测的255收盘价，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呢，同时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重新站上了无均值。好，那么观察位我们给的是236，那么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一定是收在高位的。那么到了4月14日当周，那么我们给出的预测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9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出现回档，那么我们给出的位置仍然是232这个位置。对，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在4月7日当周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实际上就是前一个交易周的收盘价是在252附近。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反弹到292这个位置的，或者290这个位置。那一旦是在252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在232附近。其中在周中这根K 线实体的中线，也就是在240附近，那这个位置呢将是一个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那其实我们会看到240正好是这个吊人线的最低，所以说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回档遇到240的时候呢，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那么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收盘价233 5%建仓，在4月9日收盘价272这个地方是5%加仓。那这10%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2附近。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224，那么到了4月14日收盘价在252.31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原因是
虽然股价现在依然是停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当日的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所以这是股价选择方向的一个表现。因为通常股价在突破之前啊，成交量都会出现大幅的量缩，所以说呢，日后呢，股价我们刚刚说了，如果不能停留在5日均线值上方，是很容易出现继续回档的。所以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个仓位到了4月14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224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这根十字线的最高是258到上方的275，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也就是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进入到这个区域，每一个点位都有可能会使这个股价出现遇压不能突破而出现反转向下的，所以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一个区域。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40和224。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是在254到256之间。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是258，第三个压力位是262，第四个压力位是274，第五个压力位是285。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0到251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呢，是我们定义是前2个交易日，它们 K 线的最低，是从241到239之间。好，第三个支撑是224，第四个支撑是214，那第五个支撑呢是200整数关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8。上方最高会到达25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5附近。如果最高能够到达275，在这个位置，那么收盘价会收在268附近。对，那么我们给出的这个股价会继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是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出现一个横盘向上，也就是说收盘价在前高附近，股价继续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另外一个，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收盘价在出现新高之后，然后收盘价收在268附近。好，那么他们的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8的，也就是不可以低于5日均线值。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或者是大幅的反弹。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5，最低下方会到达245，然后呢，收盘价收在250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走势呢，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5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那么出现横盘向下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然后继续等待日后再去突破。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